大家好，这里是小九男男。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，我们为什么不敢放弃一段关系或一个选择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你可以先订阅这个频道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每个礼拜都会用简短几分钟的影片跟几则小故事，帮大家解读及理解富人的行为模式以及思维。就算你很忙，也能慢慢的由内在开始强大。回到影片，很多人都以为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是失去一段感情，失去一个曾经很重要的人，所以我们习惯去维持，去迎合，甚至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宁愿委屈自己，也不愿意让关系出现裂痕。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，会慢慢发现，真正让一个人停滞不前的，往往不是失去，而是长期把自己困在一段正在消耗的关系里。有一个很经典的比喻，叫做温水煮青蛙。青蛙如果被丢进滚烫的水里，会立刻跳出来，但如果水是慢慢加热，它反而会待在里面，直到失去逃离的能力。很多关系也是如此，不是一开始就感受到痛苦，而是一点一点消耗，让你慢慢习惯，甚至你最后分不清是他变了还是你变了。如果用财商的角度来看，这件事会变得非常清楚，因为人生的本质上就是一场资源配置。你的时间是有限的，但你的专注以及情绪却是需要被分配的资源。一件事或一个人就把你消耗光了，那一整天要怎么度过呢？所以每一次投入都是一个选择，每一段关系都是一笔投资。问题从来不在于你有没有付出，而在于你的投入最后换回了什么。然而很多人之所以无法离开一段错误的关系，并不是因为看不清楚，而是已经投入太多了。就像有人买了一张很贵的电影票，但是电影内容却很难看，但他还是坐在那里把它看完了。可能会想着后面是否会有改善，或是觉得钱都花了，不看也很可惜。但真正理性的做法其实是立即离开，因为你已经花掉的拿不回来了，但你还没花的可以留下来。很多关系也是这样，你不是离不开，而是放不下那些已经投入的时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不对，却还是选择留下。而这种情况在心理学里叫做沉没成本，而在经济学也有类似的概念，叫做机会成本。你做的每一个选择，都代表你正在放弃其他的可能性。今天你选了 A， 其实就是在放弃 B、C、D。当你的时间被占住，你同时也在错过原本可以遇到的人，原本可以发生的机会。就像一笔投资，明明报酬越来越差，你也知道不太对，却因为已经投入太多，不愿意收手。结果不是慢慢变好，而是让时间一点一点流失，同时也错过了其他正在成长的机会。而这种不敢放弃的心理，最终会反映在你的未来里。就像你身边的人在聊什么，会决定你接触到什么。有些人每天在聊投资、聊机会，而有些人每天在抱怨、在打发时间。久了之后，两个人的人生会走向不同的方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长期在什么样的人身边，就会变成那样的人。这跟之前提到的孟母三迁有点相似。孟子的母亲在孩子的过程中，不断地观察环境带来的影响，一次又一次做出调整，因为他很清楚一件事，一个人长期待在什么环境，就会慢慢变成那个样子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原地踏步，其实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身边的环境一直在把他拉回去。总结来说，我们无法很确定这方向是对的才去前进，但当我们发现错误，我们要有能力去选择离开，不然就会像上面说的，整个人慢慢的被消耗，而这个层面会非常广，甚至可以说影响整个人生。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状况，叫做讨好型人格。很多人之所以不敢放手，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。你会害怕对方不开心，害怕失去这段关系，所以你会开始压抑自己，开始让步，开始习惯委屈。久了之后，你甚至会忘记自己原本是什么样子。我们都害怕结束，但停止一段错的关系，其实是一种调整。就算一艘船方向错了，你越努力，也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。当你愿意停下来，重新调整方向，你才有机会回到正确的位置。
慢慢的你会开始发现，你做事情的时候不再一直被打断，脑袋也不会一直反复打转，原本困住你的情绪也会慢慢的退掉，你的一天开始变得安静，原本被占住的时间慢慢的回来，你不用再一直回应，也不用被别人的情绪牵着走，开始有力气去做那些你一直想做却没有开始的事情。而这些改变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一点一点累积，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快乐了。人生的差距不是你多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少浪费了多少。就像理财一样啊，开源能让你变多，但节流才决定你真正累积了多少。当你开始把资源放回对的地方，你的人生自然会开始产生正回报。所以回到开头的不敢放弃或失去一段关系里，当我们懂得放下的那一刻，你同时也是在重新筛选人生。一开始或许会感到孤单或沮丧，但慢慢的你会习惯，变得稳定下来，也不用再靠别人的回应来确认自己的价值。这里让我想到小王子的故事，他曾以为自己的玫瑰是独一无二的，但当他看到一整片玫瑰花园时，才发现原来并不是这样。他一度感到失落，直到后来他才明白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为他付出了多少。你把时间给了谁，谁才会变得更重要。这就是资源配置的本质。但这个拿走你宝贵资源的人事物是对的吗？再忙碌也要给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间，去思考看看。而另一种情况是，很多人在关系里会开始自我缩小，原本有想法慢慢不说了，原本有界限的人啊，慢慢的退让了，原本的目标慢慢的变模糊了。这种改变不是突然发生，是一次一次为了维持一段关系做出的小让步，最后会发现你还在，但已经不是原本的自己了。这对我们来说啊，才是最隐形的成本，因为你失去的不只是关系，而是你自己。所以很多时候离开一段关系是拿回主导权，你把原本分散的注意力重新收回来，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，开始做对自己有累积的事情。你会开始比较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，而不是别人希望你变成什么。当你走到这里，你就不会再那么害怕失去了。影片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不管是人际关系还是财务选择，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它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你赋予它的价值，放弃的同时，在别的层面却是在获得。要记得，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。如果你仔细观察身边事业有成的朋友，你会发现他们在判断事情、做决定的时候都会蛮果断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这个频道会分享一些书籍以及财商思维，还有人性弱点，那些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却没有发现的小细节。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打开小铃铛。这里是小九喃喃，我们一起慢慢成长，拜拜。